在这个撞击坑里面，我们能看到一套非常壮观的岩石层理，就像一圈一圈的年轮，铺满了坑底。对地质学家来说，只要看到这种一层叠一层的结构，心里就会忍不住激动起来，因为这说明这一片地区在很长的时间里经历过不止一种地质作用。一般来说，有明显分层，往往意味着这里夹杂着不同种类的岩石。不过有时候，这些岩层的成分其实很接近，只是形成的年代不一样。举个例子，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河流每年泛滥后留下的一层层洪水沉积物，也可能来自多次火山喷发堆下的火山灰和火山碎屑，或者是富含冰的物质，每年甚至周期性的一点一点铺上去形成的层。在这张图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地貌特征，叫做梯田状台地，就是当岩层被切割成一块块平整的平台，一层一层往上叠，看起来就像一节节台阶。这往往说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岩层一直在被侵蚀，但有的岩层被磨得特别快，有的则比较抗造。那些被侵蚀得更快的层，通常岩石比较松软，不太抗风蚀、冰蚀和沙尘的打磨。这个陨石坑位于火星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因此有很大可能坑里的这些沉积物里掺了不少冰。如果你把画面放大一点看，会注意到地表上有一堆一堆破碎的土丘，这种裂开的土堆有时候就是地下有冰，冰融化或升华后地面塌陷变形留下的痕迹。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部分岩层背阴的斜坡上可以看到一条条细长的凹槽，也许这些凹槽就是因为坡面里的冰升华，也就是直接从固态变成水汽，慢慢消失后被一点点刻出来的。坡面通常比周围平地更容易升温，所以冰更容易在这些地方先变成气体逃离岩石。如果对这张图做更细致的分析，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沉积物是经历了多少个铺设侵蚀的循环才变成现在这样，以及每一个周期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这片沙丘场在夏普山的西北侧翼形成了一条显眼的暗色带，像一圈围在山腰上的黑色飘带。拍摄这张图的时候还是大清早，相机正对着太阳的方向，因此我们看到的沙子特别黑。一方面是因为清晨拉长的阴影，另一方面是因为构成这些沙粒的矿物本身就比较深色。在沙丘的顶面，我们能看到两种不同尺度的风式涟漪在沙面上交织在一起，较大的那一型像蛇一样弯曲的波峰线很明显，和旁边更细小规则一些的涟漪相比，非常容易分辨。沙丘和较小的这种涟漪在地球上也同样存在，很熟悉，但这些相隔大约3米多左右的大型波纹却是一种在地球上没见过，过去在火星上也没被单独认出来的独特形态。
科学家们认为，这个位于地势略高处的矮丘，它那一圈圈硬化的边缘，很可能是远古的地下水在火星上活动时加工出来的。这个小高地位于盖尔陨石坑中一个被称为核状构造区的地方。好奇号火星车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在这里长时间考察。当盖尔陨石坑里那些长期存在的湖泊早已干涸时，水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在地下缓缓渗流。好奇号就找到了这些地下水留下的显著证据。它在地面上遇到了一道道交叉分布的低矮山脊，有些只有几厘米高，这些山脊像格子一样排布。地质学家把这种形态称为核状构造。这些山脊下面的基岩很可能是在古老的地下水沿着岩石裂缝缓缓渗流时带来并沉积下矿物质，这些矿物慢慢在裂缝中堆积硬化，最终像水泥一样把这些缝隙灌成了一道道坚硬的脊。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细沙在火星风中像砂纸一样不断打磨岩石本身，但这些被水泥化的矿物脊却更抗侵蚀，于是较软的岩石被一层层吹掉，里面抗蚀的山脊网络就被凸显了出来。到目前为止，好奇号看到的这些山脊，有的看上去就像一节节残破的路岩石，而这种核状的格子图案则沿着夏普山的某一层延伸了好几英里。有趣的是，在夏普山的其他地方，不论是好奇号在地面近距离观察，还是轨道飞行器从高空俯视，都没有发现类似的核状构造。所以眼下的一个大谜团是，为什么只有这里的这些裂缝会被硬化成如此大规模成片的图案，而为什么偏偏只是这一带具备这样的条件？这片高度构造化的地形布满了错综复杂的断层和破碎带，低洼地带则被较年轻的物质重新填满。这种把年轻物质灌进凹地，像海水灌进海湾一样的方式，在地质学上叫做海湾式填充。这种现象的存在可以帮助科学家理清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这些年轻的填充物先出现，还是大片构造断层先形成，从而拼出这一片区域各个地质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这张有点像龙形的画面，展示的是米拉斯峡谷西南部的一段峡谷底部和两侧岩壁的景象。这里的谷底覆盖着一层非常特殊的沉积物，一块块浅色的岩块嵌在深色的基质之中，像拼接起来的碎片地板。在这些浅色块体内部，高分辨率的图像显示出了一层层仅有几米厚的细薄岩层。大多数块体的直径大概在100到500米之间，多数看起来边缘圆滑，也有一些拉长成条状，伴随棱角分明的边缘。这些块体的形态暗示它们在形成之后经历过类似缓慢流动一类的延展性变形，比如与构造运动相关的整体位移或缓慢破坏。后来风把细沙吹进这些块体之间，在深色基质区域形成一条条风城涟漪，在浅色与深色之间穿插其间。在峡谷的岩壁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小山谷。南侧的岩壁由2种反射率不同的地质单元混合组成，其中浅色单元看起来较薄，只在局部零散的地方出露在地表。有些浅色沉积物只出现在山谷内部，这说明它们要么是被水或风带进低洼处沉积下来，要么是山谷被侵蚀加深时，把原本埋在地下的浅色层翻到了地表。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记录的是火星的一颗小卫星火卫2，它是由一艘名为赫拉的航天器在2025年3月12日进行引力助推飞掠时拍下的。画面中的火卫2显得特别暗，因为它正好被背后明亮的火星映衬着，显得像一块在星球前方漂浮的黑色石头。这艘车大小的行星防御航天器当时距离这颗直径约 12.4 公里的小卫星大约1000公里左右，抓拍下了这一瞬间火卫2绕火星运行的轨道，
距离火星表面大约23500公里，并且处于潮汐锁定状态，也就是说，它总是以同一面朝向火星，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次图像中这一侧较暗的面。画面上方比较亮的区域是接近火星赤道的 Terra Sabia 地区，被周围较暗的地形勾勒出来，就像一片淡色的陆块。在画面右侧可以看到直径约450公里的霍伊根陨石坑的一部分，而右下角那片辽阔的明暗交界区域则属于赫拉斯盆地的一角，它是整个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一批撞击坑之一，直径巨大，深度超过7公里。火星上分布着厚厚的粘土层，有的厚度可以达到数十米甚至上百米。因为粘土的形成离不开水，所以这些露出地表的粘土层一直是科学家寻找火星远古生命痕迹的重点目标。新的研究发现，这些粘土地形中的大部分是在靠近地表静水体的环境中形成的，比如古老的湖泊、池塘一类。在数十亿年前，这样的水体在火星上其实并不罕见。这种环境非常适合发生化学风化，岩石长期被含水环境浸泡分解，就能逐渐产生厚厚一层富含矿物质的粘土。同时，这里往往既有充足的水，又相对平稳，少有剧烈抬升和切割，可以为潜在的宜居环境提供一种安安静静、长期维持的条件，让适合生命的状态保持得更久一些。科学家还注意到，这些厚粘土层可能也是古代火星水循环与碳循环不平衡的一种信号。在地球上，我们在类似环境里通常会看到富含碳酸盐的岩石，但在火星上，预期会出现碳酸盐的地方却常常被厚厚的粘土层所取代。数十亿年前，火星其实是一个潮湿的世界，有湖泊，有河流，这些水体在地表流淌侵蚀，雕刻出我们今天依然能在火星表面看到的一道道地貌痕迹。这些厚粘土层就是在那段多水的时期慢慢形成的，但在最近这批研究之前，人们对这些粘土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微环境中形成的，周围的地形如何影响了它们的演化，其实了解并不多。科研团队重新分析了这些粘土沉积的高分辨率图像和光谱数据。这些粘土最初是在美国航天局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进行的全球调查中被发现的。研究人员梳理了它们在地形上的分布特征，并统计它们与其他重要地质构造，比如古湖泊沉积、古河道和山谷网络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显示，这些粘土大多集中在相对低海拔地区，往往靠近古湖泊沉积物，但又远离大型山谷网络。那些地方水流更急，侵蚀更强，粘土不容易长期保存下来。在这些区域里，化学风化和物理侵蚀之间刚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让粘土层既能形成的足够厚，又不至于很快被冲刷掉。从这个角度看，火星上的粘土环境很像地球上一些热带湿润地区，那里同样可以形成厚度惊人的粘土层。在地球上，我们往往在气候湿润而且物理侵蚀并不剧烈的地方看到最后最完整的一串粘土矿物序列，因为新形成的风化产物不会马上被河流和冰川包走。这些新结果表明，类似的条件在火星上也存在，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同时，粘土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和今天地球截然不同的古老火星世界。在地球上，由于板块构造不断运动，新的岩石一直被抬升到地表，与水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接触，通过化学反应把二氧化碳固定进岩石里，从而在很长时间尺度上帮助调节全球气候。而火星缺乏这样的板块构造活动，当火山向大气中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时，由于地表缺少大面积新鲜暴露的活跃岩石，这些温室气体就会在大气中停留更久，
使得火星在一段时期内变得更暖、更湿。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长时间偏暖偏湿的状态，可能正是促成后粘土层形成的重要背景。但同样因为长期缺少新鲜岩石暴露在地表，形成碳酸盐盐所需的一些关键化学反应可能被拖慢甚至部分抑制了。在通常情况下，碳酸盐盐会从火山岩逐步转化而来，而火山岩正是火星地壳最主要的组成。但在这种环境里，给定二氧化碳、水和足够长的时间，持续进行的粘土形成过程，可能把水和一些化学副产品都锁进了粘土矿物内部。这些物质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迁移、渗透，也就难以在更广阔的地层中与周围的岩石反应生成大量碳酸盐盐。这也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火星上碳酸盐盐如此稀少。所谓巨型涟漪，是一种由风塑造的特殊沙纹地貌，在地球和火星表面都能看到，规模通常介于普通沙纹和大型沙丘之间。
从它们的形状，以及在某些地区可以看到波峰被切断、破碎的痕迹来看，人们原本认为这些巨型涟漪大多已经基本不再活动，是过去气候条件留下的遗迹地貌。不过，多亏了高分辨率相机多次重复拍摄同一区域，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有些巨型涟漪场其实还很活跃，会跟旁边的沙丘和小涟漪一起缓慢地向下风方向迁移。在这幅顺风方向的视角图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成排的巨型涟漪沿着暗色沙丘的侧翼聚集，紧贴着北极附近的沉积区分布。如果再放大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些巨型涟漪在夏季时呈现出非常细致的结构细节，这些细节说明它们并不是完全冻结的，而是在缓慢移动。每到冬季，覆盖在高纬度沙丘上的是一层二氧化碳冰，这些冰层会把沙丘和巨型涟漪一起封在下面，使地貌变得像被冰水泥加固过一样。到了北半球的春季，阳光变强，这些干冰开始生化消失，直到沙丘和巨型涟漪彻底摆脱霜冻束缚，重新变得松散，可以被风推动。等到夏季来临，季节性的大风就登场了。正是这些夏季风，把沙丘和北极地区的巨型涟漪一点一点向前推移，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在火星的极地看见沙在缓慢行走的痕迹。